提到深圳最著名的景点，绕不开曾经的榜一大哥世界之窗。从1994年的6月18号开业来，今年已经是景区运营的第30个年头。那要说在世界之窗怎么玩，现在的小伙伴可能不大清楚。其实呢，为了让当时的游客在景区里就能够看一看世界各地的地标建筑，主打一个纯拍照的体验。要知道，在30年前给自己的照片 P 个国外背景还是很难，不仅效果假，收费也很贵。那这时候在深圳有那么一个地方，它可以实景拍摄，而且能让你一拍就拍上20-30个国家的照片。当你拿给小伙伴看的时候，既能默默吹嘘，又能在他人不经意间瞅到你照片上那虚化的背景时，发出惊叹声，误以为你去过国外。这么看下来，可谓性价比十足。言归正传，由于昨天和老公在香港暴走了3万步，还只睡了1个半小时，所以今天我们在宾馆一直休息到中午11点才出门，慢悠悠地开启我们深圳4日游里的第一天。订的酒店位置不错，不仅离东门老街西华宫很近，而且走几步路来到太阳广场，里面的超市就有卖巴氏牛奶，价格很平价，1升装只要10元左右，一口气拿了2盒用来代替矿泉水。逛了半小时，接着前往附近一家知名的港式茶餐厅吃早饭，双人套餐花了168元，一共包含了4样招牌美食，外加2杯饮品。动动小手点个5星好评，还送菠萝黄油包。至于味道，珍珠奶盖厚多士，面包整体烤得很脆，浇上去的奶盖奶味十分浓郁，吃着香甜厚重。蜜汁叉烧肥而不腻，味道是甜口的。刚出炉的叉烧肉质很嫩，超级好吃。咖喱猪排挺大一片，底下装了满满的咖喱汁和炖煮的胡萝卜、土豆块。我个人觉得酱汁有点咸还辣，搭配米饭吃味道也太浓了，不是很喜欢。我老公倒觉得这样才正宗。最后一道避风塘炒虾，用金黄的面包碎来炒基围虾，碗底藏着几片油炸的土豆饼。如果只是剥开皮吃虾仁的话，味道正好，单吃炒面包屑那就太咸了。我还是第一次吃避风塘炒虾。和老公吃完以后对比了，同样在上海我们花100元左右价位吃的港式双人套餐，那必须是深圳翠华划算太多，而且每道菜都出乎我的意料，味道特别好吃。吃完饭，我们在商场逛了一圈消消食，因为从这里到世界之窗的话，出门老街站上车坐地铁1号线40分钟就能到了，所以不是很急。而且之前查攻略的时候，听人说世界之窗2小时就能兜完，所以在中午的2点40分，我们才慢悠悠地赶到景点。2小时兜完绝对是骗人的，我们逛了4小时才兜完。这里注意，景区大门口左边的游客服务中心可以花2元寄存小背包，寄存时间直到晚上9点闭园，可以不用带伞，有免费雨伞租借。我们买的是全天票，原价220元1人。那这几天刚好开学，它的节后返场价是168元，夜场票不打折，还是正常的120元。听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觉得这门票卖的也太贵了。但我告诉你，它刚开园时候的价格就是80到120元，你会不会觉得更贵？毕竟1994年深圳打工人的工资也就400-500。我当时一听到是80块钱一张门票，我心里就有点打鼓。去一次世界之窗要花掉薪水的1/6，等于现在工资3000，却花500元去迪士尼玩差不多。这次我们一定要来世界之窗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我老公的妈妈在96年的时候外出办事，就曾经来过这里游玩。看一下当时妈妈拍的照片吧。你能看得出以上这些老照片都是在园区里拍的吗？顺便帮老公复刻一下他和妈妈的同款 pose。不过毕竟30年过去了，很多事与物也发生了变化。像这张埃及金字塔，四周呢被圈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围栏，后面用来增加气氛组的小人也没了，以及背景后面那几幢突兀的高楼大厦和小绿植。
而埃及阿布辛贝神庙的石壁旁则长满了参天大树，画面里还矗立着碍眼的拖拉机和蓝色障碍物，池塘里种上了本不应该出现在此的荷叶等等。兜了一圈啊，没发现中国区的北京天坛，问了后才知道很早就被拆掉。与90年代的细节相比，看着和老公忙活了半天才拍出来的同款照片，只能说十分违和。世界之窗拥有美洲、非洲、亚洲、欧洲等8个主题区。我前面提到过，有人说世界之窗逛2小时就能逛完，那它应该是没有玩项目和看表演。在每个主题区里面都有相对应的风格舞蹈会定时演出，像是非洲舞、印度尼西亚舞。我们只看了这2个。晚上7点半来到凯撒宫啊，还有中西式舞蹈演出，整整60分钟的无缝换装表演，看的是目不暇接。数一数有多少个？其余的话没啥事可以刷项目。我们完成了7个项目，分别是极速富士山，一个4D 影院，坐上去呢椅子会动，体验呢是虚拟的过山车一样的感觉。第2个空中花园，它是一个空中缆车，坐在上面的观感不错，不过呢它只在欧洲区这一个很小的范围里转。3. 穿越欧罗巴，坐小火车，跟空中缆车差不多，它也是只在自己的区域，然后走了很短的一个线路。4. 法老归来，里面是一个鬼屋，但是完全不吓人。第5个漂流大峡谷，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玩的。如果要玩的话，可以自带雨衣，当场买的话是10块钱。如果不穿雨衣的话，浑身上下都会淋湿。6. 米开朗基罗奇遇，儿童打枪项目，在上海的欢乐谷、迪士尼、海昌海洋公园都有相同差不多类型的项目，比较常规。第7个重返侏罗纪，这个是最无聊的，而且它下雨的时候是不能乘坐的。我们第1次去在下雨就没坐上，第2次去才坐上了，那坐上的感觉呢就是很无聊。最后剩了2个迷你过山车没坐，当天并没有开放，不过看反馈他家的过山车经常都不开，所以实际上我们刷了世界之窗里全部的免费项目。推荐必玩的3个项目：第1，金牛大峡谷；第2，空中花园；第3，极速富士山。收费的项目的话就那几样吧，卡丁车、滑冰、攀岩，园内也是有的，吃饭也有，不过我们没有找在哪里。说到找地方啊，真的强烈吐槽一点，他家的纸质地图上画的标识居然和电子地图完全相反，而且园区内各种小路没有标在地图上，导致很多人逛半天才发现就逛了2个区，绝对不推荐路痴来。我们是用百度地图加小程序里的电子地图并用，才能快速的找到游玩地点。最后总结，我们下午3点入场，晚上8点40分离场，将近6个小时里复刻照片加看表演加玩项目，全程真的很赶。如果你也想像我们一样准备把世界之窗的地图全都探索一遍，那中午12点入场时间就很宽裕。晚上9点半坐地铁来到水围村附近的美食街，中午吃完大餐后啊，直到现在还没吃饭呢，有点小饿。和老公兜完一圈下来，点了一份台湾蚝蛋烧，4个原味，2个虾仁，花了20元。这个很推荐啊，看着就好吃，吃着也好吃。又找到一家晚上还卖肠粉的，点了肉蛋肠粉10元，可以看到深圳卖的肠粉皮子很薄，吃口有韧劲，跟昨天在香港吃的肠粉完全不一样，那个就很软糯。好了，吃完回宾馆已经晚上11点了，要赶紧休息，之后在深圳还要待3天呢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、评论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